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小刚宣布向阳，花回本，意外曝光赵丽颖片酬。冯小刚导演、赵丽颖主演的电影《向阳》花上映20天，票房终于迈过2亿大关。要是放在前几年，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惨败，毕竟开创贺岁档的冯小刚鼎盛时期票房3亿起跳，就连用原方画幅彰显文艺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都有近5亿票房，但放在影视行业不景气的当下，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。毕竟春节档过后，票房过亿的电影屈指可数。不服输的冯小刚在朋友圈发了《向阳》花票房2亿海报，并配文：这个数字虽然并不高，但它却是春节档后第一部没赔钱的国产片。降本增效，继续努力。这段话的重要信息点是没赔钱。冯小刚的电影都不便宜，除了制作费外，冯小刚自己的导演费肯定就不是小数目。国内一线导演都不便宜，有魔鬼导演之称的林超贤，哪怕是拍广告开出的导演费都2000万起跳，宁浩的导演费也曾被上市公司欢喜传媒曝光过，高达2460万。冯小刚比宁浩资历老，江湖地位不比林超贤差，如果导演费定在2000万算是合理数字，如果太便宜，用北京话来说就是跌份儿了。冯小刚话里有话，没赔钱等于说电影保本，肯定也没赚，否则说赚钱不是更好听？向阳花票房2亿，片方分账6700万，去掉1000万的宣发开销，还剩5700万。这个数字估算赵丽颖的片酬不难。好歹赵丽颖是顶流女演员，又是时隔多年再次和冯小刚合作，双方谁都不会亏待对方，往少了算没意思。下面就来算一下赵丽颖最多能拿多少片酬。满打满算5700万的制作成本，在冯小刚这样咖位的导演手底下，的确已经是一省再省，对得起降本增效4个字。拍电影很复杂，一些费用是少不了的，置景、道具、服装的硬性支出一定要有，剧本里需要的场景要给租金，要打点也一定要花，摄影组、灯光组、场务组的人工、食宿费用摆在那。向阳花没有主打室内戏，场景很多，外联制片、执行导演等人员少不了，转场、搭景的钱也要花。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说5000多万的制作成本不算高了，真的是分分钟都在花钱。对了，正常来说，按照赵丽颖的咖位，5星级酒店的套房是住宿最低标准，同时还要给助理安排至少1个标间，酒店往返片场至少1辆商务车、1辆房车，配备指定的化妆师，这些支出都要剧组承担。下面说重点。向阳花里赵丽颖能拿到的最高片酬很容易计算。此前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发过红头文件，文件中明确指出，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应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%，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%，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30%。如果出现全部演员总片酬超过制作总成本40%的情况，制作机构需向所属协会及中广联演员委员会进行备案并说明情况。这个文件发布后7日生的片方就曾握着它找主演李晨和王千源，要求2个人退一部分片酬，说明文件是有效力的。最终李晨退了，有传闻称王千源拒绝退片酬，结果那段时间被片方黑得很惨，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相关信息。说回向阳花5700万的40%是2280万，这是所有演员的总片酬。2280万的70%是1596万，这是主要演员的片酬。
主演是主要演员，并非特指男1号、女1号。向阳花的主演至少要算赵丽颖和蓝心椏2个人，如果严格来说，还应加上绰妮、王菊和程潇。满打满算，赵丽颖通过向阳花拿到的片酬也就1000万顶天了。不难看出，行业不景气，赵丽颖不但自降片酬，而且降得非常狠。行业最好的时候，周冬雨拍电视剧《幕后之王》总片酬过亿，当时电视剧出品方曝光了这一令人啧舌的数字，算下来单集片酬高达200万。而赵丽颖的《花千骨》有传闻单集片酬150万，总片酬高达1亿，就不算太离谱了。此外，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赵丽颖的单集片酬据传达到70万，整部剧的片酬5400万元。另一部《与凤航》赵丽颖担任监制，片酬则开到2000万元。当然，演员往往看导演开价，而且电影的片酬往往要比电视剧低，但1000万的数字依旧和赵丽颖的咖位严重不对等。看下公开资料确认过的其他演员片酬，曾有制片人透露，张译的市场报价在2000万左右狂飙之后变化不大。导演程耳透露过，无名的制作成本3亿，演员片酬和宣发成本占比较高。导演翁子光在电影《风再起时》亏本时，就曾愤怒发声，这部片投资2亿港元，翁子光抱怨梁朝伟、郭富城等演员拿走成本的一半，梁朝伟的片酬在5000万左右。欢喜传媒给出的《红毯先生》制作明细表中，明确指出主角费用刘德华片酬高达6000万元。和他们比起来，赵丽颖就算没有更高，也不应该低这么多吧。可以得出结论，赵丽颖的片酬降到了本该开出价位的1/5，甚至1/6。当然，赵丽颖自降身价，一方面是和冯小刚合作，另一方面也是被剧本和边缘角色吸引，让她觉得有突破空间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打拼到今天，赚钱多少已经不那么重要，她更看重的是名，是塑造更好的角色，让业内和观众认可。她的这个目标在《向阳花》里实现了吗？这是个比片酬更难得到准确答案的问题。2. 赵丽颖断舍离启示录，顶流生存法则暴击娱乐圈内耗现象及整活背后的行业暴击。4月22日凌晨，赵丽颖用一段30秒的荒诞短视频震动热搜。画面里，她裹着宽大卫衣，模仿人形打的鼠，在镜头前翻着白眼，甩手走人。这场行为艺术引发全网狂欢，却让圈内人集体陷入沉思。当流量明星还在研究热搜密码时，真正的顶流早已跳脱出数据游戏。10年前那个被嘲讽不会说话的姑娘，如今用抽象艺术完成对行业的降维打击。这记白眼看似无厘头，实则是她向虚假繁荣宣战的投名状。就像她在造成者片场零下10度练手语冻到跺脚，在向阳花发布会3连对绯闻那般，用最直白的方式撕碎行业伪装。生存法则3重拆解。第一刀砍向虚假人设。当同行忙着立学霸标签，她坦然承认念错字，没文化就多读书呗。面对综艺邀约，直言舍不得孩子，在风吹半夏片场练出健身教练都服气的肌肉线条。这种真实感反而形成差异化竞争力，让观众看见演员的鲜活血肉。第二刀斩断情绪绑架。剧组欠薪风波本可置身事外，她却主动联系律师协助群演维权，遭遇差评轰炸时不辩解，转头成立5000万听障儿童基金，被质疑公益作秀，立即公布区块链善款流向，用行动代替解释，把舆论战场变成实力秀场。第三刀劈开流量幻觉。当别人在红毯争奇斗艳，她在人间剧组连续18小时揣摩多重人格。当营销号炒作吻戏话题，她淡定拆台，2部戏都没亲密戏，
在纪录片配音宣传期完消失，反而创下4平台热度破万纪录。这种反常规操作印证了注意力经济的新解法，稀缺性才是顶流护城河。行业规则的破与立。赵丽颖的生存哲学撕开了娱乐圈3重遮羞布。首先，暴击数据崇拜，证明热搜榜单的含金量低不过监视器里的表演帧数。其次，瓦解卖惨文化，用幸福到万家和幸福式的硬核生存替代眼泪公关，最终重构价值坐标系。在西藏暴雪中拥抱听障儿童时说的“听见花开的声音”，远比通稿里的华丽辞藻更有穿透力。这种清醒源于对行业本质的透彻认知。从农村姑娘到顶流女王，她始终保持着片场思维。人生如同长镜头，重要的不是某个高光瞬间，而是持续输出的表演密度。就像她在《知否》里诠释的盛明兰，用10年时间完成从活着到活明白的进化。娱乐圈这场生存游戏里，赵丽颖示范了高阶玩家的通关策略，把他人眼中的危机变成转型契机，将舆论场的噪音转化为事业跃升的垫脚石。当同行还在研究如何上热搜时，真正的顶流早已在创造新的游戏规则。